如果当人类看见有一个生物能够直接对海洋说“到此为止，不要再前进了”，那么以我们祖先的视角来看，自然会认为这些生物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用神来称呼他们，并崇拜他们。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进行地球塑造的存在可能并不是神，因为他们的行为暴露了这一点，尤其是他们对人类祖先的改造，让人类成为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奴隶种族。可以想象，在他们的眼中，或许人类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并没有过多的重视。我在想，这是不是我们的大脑被限制的原因？就目前对20世纪的天才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来看，我们普通人大脑的利用率明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么这不得不让人好奇，如果通过进化论来看当初的人类的话，就感觉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之处。进化一般是为了让自己更适应当前的环境，难道智人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理解万物的起源？我猜想，有可能当初来地球的那群家伙，随手用自己的基因创造出了人类这个物种。但是呢，这些外来者本身的基因已经是高度进化过后的形态，就造成当时的人类拥有高度的智慧发展潜力。不过，那时的人类被创造出来主要是为了劳动，根本不需要多少智力，又或者为了节约能量消耗，所以他们很自然地限制了人脑的开发程度。就感觉这个故事才是人类的起源一样。你看，他们对人类的关注并不是太多，全球洪水说来就来，就感觉像现在的人类对待那些小白鼠一样冷漠无情。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实验结果，自己的利益，也像我们对待多利一样，这又何其的相似呢？塑造地球显然不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利益，可能更重要的为了他们寻找的某种东西。如果当你把这些外星种族当成上帝的话，一切美好都将幻灭。他们暴力、冷漠、不容置疑，并且与人类没有共情能力。当你把其他实体，比如天空之人和 Elohim 翻译为上帝时，你最终会得到的上帝形象，并不是一些美丽的宇宙之源，一个和谐的来源，地球上的爱与秩序万物的根源，而是一个非常像虐待和嗜酒的父亲的形象。这种形象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被宗教所使用，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棒的操纵人类群体的手段。所有的这些混乱，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对那些古代叙述错误的解读导致的。在尼日利亚南部生活着一些原始部落，比如伊多人和贝宁人，他们的部族中流传着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在故事中，奥萨纳波亚的儿子们抵达了地球，一个完全被水覆盖的星球。他们的任务是对这个星球进行改造。当他们将水从高地清理干净后，他们的领袖也是他们的父亲奥萨纳波亚从天空中降临，似乎是从一条延伸到天边的链条中降落下来的，然后委派他的儿子们完成改造星球的各种细节，以准备迎接人类社会。伊多的创世故事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地方。在这个伊多人的故事中，人类在地球改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被水淹没了。这个细节也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故事中反复出现。然后人类就有了高级存在，天空之神从天降临的主题，并且有了描述他们降临时的视觉描绘，尤其是当他们的领袖奥萨纳波亚出现在一条看起来像是延伸到天空的链条上。显然，故事的讲述者在这一点上使用了隐喻，试图用当时他们所了解的技术术语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场景。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奥萨纳波亚将任务委派给他的儿子来对地球进行改造，这与不同存在共同合作，为人类社会塑造和准备地球的想法相吻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祖传故事通常包含有相似的元素，这表明人类的创世与高级存在或外星实体的遭遇的集体故事中，可能存在一些普遍的主题和原型模板。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名为塔加洛格的巨大鸟类，它在洪水覆盖的地球上像鹰一样盘旋。随后，它创造一股旋风，将水从高地吹走，露出了下面的岛屿。这个描述在地球的古代祖传故事中多次重复出现，包括世界各地的不同故事原型中，尤其是苏美尔的故事。这些故事记载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的楔形文字片中，描述了从天空降临的存在
在被洪水淹没的地球上，他们进行了水的分离，将淡水与咸水分开，以便在地球上培育生命，并将陆地与水分开，使用某种技术让海洋不再淹没大地。再次，我们看到了旋风这一技术或者能力。苏美尔故事中的四方风与其他文化中类似的视觉记忆竟然如此的相似。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谁会是那个目击者呢？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是一位多米尼加神父，于17世纪初翻译了一份古代玛雅的创世纪文本。他讲述了这些存在当初降临地球的时候，这颗星球是一片汪洋，天空笼罩在黑暗中。这些生物在水面上盘旋，讨论着星球改造的计划方案，像如何培育地球上的植物生命、动物生命以及最后的智能生命。但是文本没有明确说明它们是如何盘旋在水面上的。如果我们将这些古代神话一起比较的话，就能看出圣经很可能介绍了关于科技的一些方面，还一同解释了这些存在盘旋在史前洪水上方时所用的工具。在创世纪中，强大的 Elohim 在这颗星球的黑暗洪水上盘旋，众神乘坐 Ruach 而来。Ruach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神的灵，在圣经的后续文本中似乎确实是这样使用的。而在创世纪中特别指出 Ruach 是在盘旋，而 Malahite 是用来形容猛禽鸟类如何在空中盘旋的词汇，这是圣经用来描述众神盘旋的方式。盘旋在空中看起来像是漂浮在空中，但没有扇动翅膀。菲律宾的神话也讲述了 Tagalog 盘旋在水面上，并用它的翅膀创造了陆地，形成了风的涡流。因此，在创世纪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描写，描述了这个像雄鹰一样盘旋的 Ruach。我想知道这里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另一个联系则在这个词本身。毛罗·比格利诺是一位古希伯来语学者，他曾在罗马的圣保罗出版社工作过。准确的翻译希伯来语单词为梵蒂冈批准的线性圣经，并提供逐字翻译的含义，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学者必须严谨地避免对单词进行任何的解释，只能给出每个单词部分字面词源的含义。比格利诺在他的著作中解释说，在希伯来文学中使用的 Ruach 这个词既可以表示风，也可以表示在空中飞行的东西创造了一股强劲的风，这个含义一直延续至今。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中，它的意思是扇子或任何在空中运动并创造风的物体。那么这个风之 Ruach 可能是什么呢？是苏美尔神话中的神秘力量，或是菲律宾神话中的 Tagalog 吗？比格利诺认为 Ruach 可能是一种飞行器。如果用原始楔形文字来书写这个词，就必须把它分解成两个因素，其中两个元素浮现出来，一个元素是一片水域，另一个元素是悬浮在水面上的东西。从某些角度看起来像一只眼睛，但对现代人来说，很难不将其视为悬浮在水域上空的飞碟。在原始的楔形文字中，悬浮在水域上空的飞碟的发音是 Ruach。作者记得他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蜂窝，用于地球改造。现实中，不是每个学者都同意对 Ruach 的这种解释，不过事实上，这个词的含义在摩西的故事中得到了确认。以西结描述了他被一个 Ruach 带走了， Ruach 带着他在古代伊拉克的上方飞行。以西结详细描述了 Ruach 如何出现在天空中，如何降落，它的外观由什么材料制成，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轮子。以西结对这个 Ruach 的描述是如此精确。不过有趣的是， NASA 获得了这些轮子的专利，该专利于1974年授予给了约瑟夫·布鲁姆里奇，称为全相轮。这一做法显然让那些将 Ruach 翻译为上帝的精神或灵魂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困扰。上帝的精神怎么能申请专利呢？可以说 NASA 的这招鸠占鹊巢用的是有够巧妙。在1974年，约瑟夫 ·布鲁姆里奇作为 NASA 的高级结构发展主管，通过研究圣经中的古代技术，而且由于这些描述太过详细，以至于他成功获得了以西结书中描述的全相轮的专利，专利号 US37895。该专利在1974年2月5日颁发，使用至今。而古印度文献中的梵文叙事也毫不掩饰地用技术术语描述飞行器 Vimana。这些飞行器具备空中和太空飞行的能力，出现在大约公元1000年前后的文本中。
公元1055年左右的萨马兰加纳苏特拉陀罗由达罗王跛甲撰写，详细描述了维摩纳的能力和推进系统。摩诃婆罗多中也提到了能够飞行、发射声音导弹，并用类似激光的武器摧毁目标的维摩纳。再一次，古代作者用地球上现代的科技术语来描述陌生而强大的技术。一些维摩纳被描述得像地球上的宫殿，但并未将机械装置或物理技术描述得像超凡或精神层面的事物。圣经中用于古代飞行技术的另一个词是 Kabod， 意思是一个庞大而沉重的物体。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庞大而沉重的东西能够飞行，当它们着陆时会引起一阵骚动，它们会以火焰和烟雾的形式降临，大地会震动，从飞行器中会传出像巨大瀑布一样的声音。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这个角色就出现在其中的一个飞行器中，与摩西在西乃山上相遇。不过，传统的翻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在这段对话的末尾，摩西询问这位强大的存在耶和华是否能看见他的光辉，是否能向他展示他的荣耀时，耶和华对摩西解释说，任何人见他面则死。他为摩西提供了一个地方，使他免受荣耀的影响。因此，强大的技术再次出现了。描述方式对古代观众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现代读者来说，如果不考虑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可能很难解释。荣耀在希伯来语中用 goods 即重物来描述。摩西能够看到荣耀移动，但为了避免被杀害，他需要躲在岩石的裂缝中，并在耶和华的手或掌的保护下。然而，传统的翻译将这一引人入胜的事件描述为摩西被允许从背后看到上帝的良善，但不能面对面。从背后看到的善良似乎总让人感觉怪怪的，而且摩西已经与耶和华进行了几天面对面的对话，所以这样的行为怎么会是致命的呢？很显然有其他意图。耶和华对摩西的解释是，当荣耀移动时，摩西不能在荣耀面前或开放的地方看到它。也就是说，耶和华意思是摩西不能在大众物移动时处于开放的地方，否则力量会杀死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躲在岩石的裂缝中的原因。这让我想到了航天飞机发现号发射的场景。发现号是挑战者号遇难后重新启动的航天计划的航天飞机，所以当人们观看时都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这些宇航员被危险的飞船送入太空，由于飞船爆炸的力量非常危险，以至于最靠近发射区的技术人员距离发射点也有3英里远，躲在加固的混凝土后面。这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摩西不能在大众物移动时处于开放的地方。然而，常规翻译认为没有人可以面对面地看见耶和华，这似乎与我前面所提到的解释有些矛盾。但是，当我们将这一概念与航天飞机发射的例子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理解为摩西不能直面耶和华的原因了。现在，任何看到这种翻译的人都会觉得有些不对劲，这确实不连贯。以前的翻译者在处理这段文字时，虽然会困惑，但不知其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技术框架来理解这个故事。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Ruach 是一种带有全相轮的飞行器， Kavod 是一种大而重的能够飞行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了以前的翻译者没有的技术框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个故事。比如，我们有太空船的术语，有火箭发射的术语，宇航员的术语，还有虫洞等等。当古代人经历了这些事情，并把他们所看到的告诉我们时，隔着几个世纪的他们很难理解这些科技现象，虽然他们试图理解这些文本。而今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这些文本，并理解其中的含义。在古代，人类的祖先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先进物种的访问，帮助人类重建受洪水袭击的地球，并且为我们的祖先进行了地球再造。不仅如此，他们还亲身参与了推进人类的进化。当你意识到伊多人的故事、苏美尔人的故事、菲律宾人的故事、中美洲人的故事和圣经中的故事实际上都在传达着同样的故事时，这样的画面可能会在你的脑海中更加清晰起来。大家知道，这不是同一口径的重复，而是这些不同的民族都对他们所见到的事情有着视觉记忆。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因为视觉记忆会把我们带回比任何口头表达更久远的时期。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无论是由外星人
还是全能的神灵来重建被洪水淹没的地球？一个可能的重要影响是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和态度。如果我们将古代祖先所见的那些拥有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旋、改造地形和进行基因工程的存在视为全能的神灵，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被神创造的，属于神的存在。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对上帝或外在力量的依赖和顺从，而不是发展自己的潜力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存在视为先进的外星访客，那就意味着我们自己也有潜力。这暗示着我们也可以进化、发展先进技术，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认知能够赋予我们力量，去追求更高的意识、知识和智慧，而不是仅仅依赖外在力量或神灵。在这些古代故事中所描述的这些外来访问者，对我们的祖先进行了修改，使其成为奴隶种族，并且对我们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这表明他们有自己的目的，超越了对人类的兴趣。如果你认为他们是上帝，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暴力、冷酷无情的形象。想象一下这种心理形象对人类心理的影响，那么你会明白这样的信仰体系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虐待和酗酒的父亲，那么孩子的幸福和自尊心将会遭受严重摧残。如果我们将整个人类放在一个家庭中，其中的最高存在上帝需要小心翼翼地绕行，不能被冒犯，极具暴力，甚至会杀死所有人，那么人类或许把自己推向同样的悲惨结局。问题不仅在于重新翻译古代文本，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我们对神和更高层次力量的理解。通过重新审视古代的叙述，并考虑这些可能来自外太空先进的访问者，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加平衡和富有启发性的对我们起源的理解，以及对积极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对古代文本的重新评估，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些访问者可能对我们的祖先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它还可能揭示高意识状态的重要性、人类能力的提升，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超越目前局限性的潜力。对于人类来说，一个必须被讨好，为了防止种族灭绝而小心翼翼的神奇形象，是一个深深削弱人类力量的源泉。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处于一个有人居住的宇宙中，将我们的本源视为宇宙本身，而不是为了服侍上位者，这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父权的人类愿景呢？对我来说，这种重新构想的工作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旧的限制性的信仰体系，并寻找更大的意义和目标。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独特性，并以积极、有意义的方式融入其中，同时尊重和保护地球及其生命。这样会赋予我们更多的责任和自主权，激励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包容的未来。